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相信各位也知道新的消息了，就是在每日特惠宝箱中，司机贝特朗 CP IT50 已经加入每日特惠宝箱了。那有不少人担心，是不是预示着这4位统帅是已经下线了？在之前我就有听过一些玩家说，只要统帅加入每日特惠宝箱之后，就变成他们的地位已经保不住了，就是说即将要被淘汰的意思啦。这4位统帅将会在7天之后上线，包括今天啦。如果加入每日特惠宝箱就预示着要被淘汰，这样子的说法的话，那李成桂应该要早就被淘汰才对。可是事实上是李成桂是已经延续用到现在，第9代都要出现了，他还是处于在半淘汰的边缘。不过玩家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也算是正常的，毕竟加入每日特惠宝箱的统帅都是已经比较旧的统帅了。我们就以我现在截图的画面来说明就好了。现在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统帅只有几位是还有在用的，但是出场率是真的很低。那如果金闪闪要开工兵集结的时候，其实还可以用到，但是野战不行，巴加尔也是集结用的，野战很少见了，就连地鼠也不用巴加尔了。现在步兵的地鼠都是用刘彻戈尔戈、刘彻阿提拉、刘彻亚历山大，都没有在用巴加尔了。项羽依然还有玩家使用，但是项羽现在已经变成野战中的垃圾，出门就直接被融化。下面那一排更加惨，现在出7队的玩家都已经很少用图拉真了，培养成本太高，就连尼布也没有玩家使用了，大家都可以选择最新的统帅搭配。至于芝诺比亚的驻防位置是已经被戈尔戈给替代了。除了刚刚我提到的那几位统帅之外，其他的统帅一般都是很少玩家会去培养。像是本多忠胜释放技能的速度太慢了，苏莱曼集结用的统帅，但是集结的争议不是很高。阿玛尼比较少人用，是因为他是 MGE 统帅，而且使用的时间周期比较短，用1代之后就没有再用了。托俊金当初设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用了，他的设计太过鸡肋。亚德维加是因为芝诺比亚当时候还在，所以比较少人去练亚德维加。蒙特祖马一世就不用讲了，一个专门拿来打野仗的统帅，谁会去培养？居鲁士也是因为技能比较弱的关系，所以比较少玩家去培养，反而比较多玩家选择尼布贾尼撒。不过哈劳尔还是有少数玩家会去培养的，但是之前，现在已经没有玩家需要去培养哈劳尔了。所以严格来说，这里大多数的统帅并不是被淘汰了，而是大多数的玩家都不选择去培养。那我们再回来说，现在已经加入每日特惠宝箱的4位统帅。举个例子，贝特朗，我就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观众，你们有多少人去培养贝特朗？我相信除了像我这样子的纯骑兵玩家或者是集结玩家之外，没有多少玩家会去培养贝特朗了吧？主要是当时候骑兵出现是贝特朗跟司机同时出现的，司机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比贝特朗还要更好，就连3维争议也是比贝特朗多出1倍。所以严格来说，贝特朗并不是被淘汰了，而是他本身就没有什么用处。至于司机，以目前来说，他暂时是不会被淘汰的，依然还可以选择培养。而且严格来说，当初司机设计是已经超模了，你们自己想一下，司机他是第6代统帅，现在第9代统帅即将要出现了，他依然还在。什么情况下司机会被淘汰？除非官方设计一个新的统帅，集结、驻防、野战都可以使用。3维提升有 25% 以上，有 AOE 最好是半圆形或者是圆形，输出至少2500以上才有可能会淘汰司机。因为以目前的情况来说，司机担任的位置其实还蛮多的，包括现在驻防依然还是会用到司机，而且像是玩兵无常师需要副将搭配的时候，集结都是会用一些，比方说亨利搭配司机，亚述巴尼巴搭配司机，并且围殴旗帜的时候，野战部队也是需要用到司机搭配真德来围殴，2队骑兵搭配也是需要用到司机。而且我觉得就算官方他是设计了一个比司机还要更强的统帅，我觉得司机保留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出3队骑兵了，或者是出2队骑兵，一些玩家还没有培养霍去病的就可以选择最新的统帅来培养。再来 IT50 原本就比较少玩家去培养，毕竟他是驻防统帅啦。严格来讲 IT50 是可以野战的，但是训练成本比较高，毕竟他是 MGE 统帅。接着驻防方面，其实它使用的周期不算很长，因为后来出现了菠萝头，比起 IT50 搭配菠萝头，更多玩家会选择芝诺比亚搭配菠萝头。像现在戈尔戈已经出现了，其实用 IT50 的玩家也是越来越少，可以说 IT50 原本就不算是一个特别热门的统帅。接着到 CP 现在依然还是需要使用的，像是之前我就有做过7队搭配给各位，我有说过 CP 跟刘彻是需要保留的。
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之前的步兵统帅都设计不太行，所以野战方面其实步兵没有太多的选择，只能选择留下 CP。假设要等到新的步兵统帅出现，也是大概需要等到7、8月左右。而且就算是推出新的步兵统帅，我觉得淘汰 CP 的可能性还是稍微低一点。一般出现新的统帅会有2个，一个是野战的统帅，另外一个是集结或者是驻防的统帅。所以新的统帅出现，我觉得有比较大可能是刘彻搭配新的统帅， CP 搭配新的统帅，或者是搭配旧的统帅使用。所以我觉得各位也不用太担心了，至少在今年结束之前， CP 跟刘彻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。不过其实每日特惠宝箱这2位统帅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已经觉醒了，尤其是已经经历过好几次征服赛季的玩家。假设你是刚加入征服赛季的玩家，你依然还是可以去购买 CP， 但是司机你担心会不会被淘汰的话，第9代骑兵将会在5月左右出现，就看到时候新的统帅技能怎么样。如果他的技能确实是比司机还要更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放弃司机了。每日特惠宝箱会加入新的统帅也算是正常的，各位不要太担心。并且像我前面所说的，之前的统帅一般的新玩家都不会选择去培养，像现在已经加入了 CP 跟司机，至少新的玩家可以选择这2位统帅了，官方可以继续赚钱了。那么在说完每日特惠宝箱之后，接着我们要讲博物馆的事情了。前阵子国服那边就有传出消息说，关羽要加入博物馆了。官方客服回答到，把关羽加入到博物馆这个方案目前是已经在计划之中了，但是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他们会密切关注进度，有最新的进展就会及时同步给这位玩家。其他信息暂时还没有收到相关消息。这位玩家就问到，是不是只有关羽？客服回复到，是否会添加其他统帅，暂时没有相关消息。在这张截图传出去之后，就有很多玩家表示很兴奋啊，哇，关羽就要加入博物馆了，关羽又可以继续用了。新的玩家我觉得还好吧，一般新的玩家都是直接培养最新的步兵统帅了。但是老玩家对于关羽就非常执念，像关羽其实用到现在，如果近期再推出关羽的博物馆的话，就可以继续用到死为止。而且现在关羽其实也处于在半淘汰的边缘，如果关羽加入博物馆之后，并且加成是很高的话，确实关羽还可以再继续使用。不过先跟各位提醒一下，就算关羽是真的加入博物馆了，也要等到第3代的骑兵，也就是阿提拉武田先加入博物馆之后，才有可能到关羽加入博物馆。所以我觉得关羽加入博物馆的时间至少还要等半年你们没有听错。根据我之前的记录，在萨拉丁加入博物馆之后，大概隔了3到4个月左右，亚历山大才加入博物馆。我预计关羽加入博物馆的时间应该也是在今年年尾了。不过那时候新的步兵统帅都已经出现了，会继续使用关羽的玩家应该也比较少吧，除非新的步兵设计到很烂之外，或许关羽还可以再继续使用。至于阿提拉的博物馆呢，其实就算阿提拉现在还没有推出博物馆，依然还是可以使用的。像在之前我就已经有说过，在刘彻哥哥出现的时候，阿提拉又复活了，而且也确实的在玩兵无常事或者是有一些地图需要用到饰品的时候，有玩家是使用阿提拉刘彻来做集结，或者是使用戈尔戈搭配阿提拉来做驻防。并且假设新的骑兵统帅有出现重击伤害统帅的话，又可以搭配阿提拉了。所以以目前来说，就算阿提拉还没有加入博物馆，它的实用价值还是很高的。如果加入博物馆的话更好，它就锦上添花了。唯一会影响阿提拉现在情况的可能性，就是新的步兵统帅出现新的重击伤害统帅，那才有可能。以上就是关于每日特惠宝箱还有博物馆我个人的见解。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